1986年，芝加哥那个饭店房间里的夜晚，珍·古德做了一个改变他后半生的决定。他已经52岁，在刚被深耕了超过25年。他原本可以继续留在丛林里，继续做他最熟悉的事，继续观察，继续记录，等待科学界缓慢地消化他带回来的数据。但那场芝加哥研讨会上听到的一切，让他无法再等了。研讨会上，来自非洲各地的研究者带来了令人窒息的数字。100年前，非洲估计有超过100万只黑猩猩，而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已经暴跌至不足30万。部分地区的黑猩猩甚至濒临区域性灭绝。栖地消失、盗猎、活体黑猩猩的非法交易，以及医学实验室对黑猩猩的大量使用，这4个因素正在以真无法接受的速度抹去他最熟悉的生命。从1987年起，珍·古德几乎完全放弃了在冈贝的长期驻点研究，开始以每年在路上超过300天的节奏穿梭于世界各地，演讲、倡议、游说政府、拜访学校、出席联合国会议。他的助理曾开玩笑说，真的行李箱几乎从来不会真正被打开，因为每次打开准备整理，就又要出发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停移动的信使，用脚步丈量他想要守护的世界。1991年，珍·古德在坦尚尼亚的家中与12名当地青年学生进行了一场小型聚会。那天的对话很简单，他问这些年轻人对这个世界感到最担忧的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环境破坏、动物消失、贫穷，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真没有给他们空洞的安慰。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就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开始。就在那次聚会之后，根与芽计划诞生了。根与芽这个名字来自真的一个比喻。他说，想象一块坚硬的岩石，看起来牢不可破，但是植物的根与嫩芽能够找到每一条细小的裂缝，慢慢的、缓缓的把岩石撑裂，让光透进来。人类制造的问题就像那块岩石，庞大、沉重，让人觉得无从下手。但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条可以穿透岩石的根，一株可以迎光生长的芽。这个比喻后来成为了激励全球数百万人的话语。根与芽计划的核心理念是让每一个参与的年轻人选择3个他们最在乎的议题，一个关于人类社群，一个关于动物，一个关于自然环境，然后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用实际行动去推动改变。不演讲，不口号，就是做。30多年后，根与芽已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扎根，累积了逾1万个小组，成员遍及幼稚园到大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青年环境与人道主义行动网络之一。在走向全球倡议的同时，珍·古德也把目光转向了一群被世界遗忘的黑猩猩，那些被关在医学实验室笼子里的个体。1980年代到1990年代，美国的医学研究机构大规模使用黑猩猩进行肝炎、艾滋病等疾病的研究实验。最多的时候，美国境内有超过1500只黑猩猩被囚禁在狭窄的金属笼中，终身不见天日。1987年，珍·古德亲自走进了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医学研究中心，他看到的景象让他彻底崩溃。那些笼子太小，小到黑猩猩几乎无法转身。
许多个体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出现了重复性的自伤行为，在笼子里不停地转圈、撞墙、拔毛。珍在那里遇到了一只被命名为 JoJo 的黑猩猩，他在他面前蹲下，他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指，就像30年前大卫灰胡子在刚贝丛林里做的那样。珍后来说，那一刻他几乎无法呼吸。此后，珍古德开始持续公开倡议改善实验室黑猩猩的生活条件，并推动立法要求给予实验动物更多的活动空间与社交机会。他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见效的，但20多年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3年宣布，将大幅削减用于研究的黑猩猩数量，并要求将绝大多数实验室黑猩猩送往联邦认可的保护区。这个政策的转变有珍古德基10年坚持倡议的一份力量在里面。1990年代，珍古德回到刚贝，看到了一幅让他心痛的景象：包围刚贝保护区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从空中俯瞰，刚贝像是一座孤岛，一片绿色的残存之地，被四周光秃秃的山坡与过度耕种的农地紧紧包围着。黑猩猩失去了迁徙的廊道，被困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而压力来自于人口不断增长的当地社区，他们需要土地，需要木柴，需要养活自己的家人。珍古德的动线在于，他明白保护黑猩猩不能只靠设立禁区。如果周围的人类社区在贫困与挣扎中求生，保护工作永远是徒劳的。他的团队因此发展出了一套以社区为核心的保育模式，叫做刚贝的区社区保育计划，简称 TACAR。 这个计划的逻辑非常直接，帮助当地村民改善农业技术，提供微型贷款让妇女创业，改善医疗与教育资源，让人们有能力在不破坏森林的前提下养活自己的家庭，自然保护才能真正落地。TACAR 计划实施后，刚贝周围的森林开始缓慢地恢复。卫星图像显示，到了2010年代，周边植被覆盖率已显著提升，黑猩猩的迁徙廊道逐渐重新连接，一度濒危的刚贝黑猩猩族群也趋于稳定。这个成果不是靠围栏与禁令，而是靠让人与自然共同受益的方式实现的。它后来成为全球社区保育的重要参考模式。当珍古德走上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他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都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他从不喜欢用末日的语气吓唬听众，因为他知道恐惧会让人瘫痪，而不是行动。他相信改变从希望开始，从一个具体的故事开始，从一个让人感受到我也可以做到的瞬间开始。他最常在演讲中提到的是一只名叫奥尔多的黑猩猩。奥尔多在美国的一个保护区里生活，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也从来没有见过野外的丛林。但有一天，他和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被带到了一片有树木的户外空间。奥尔多抬起头，看着满天的绿叶，伸出手，缓缓地触摸了一片叶子，然后把脸埋进树枝里，静静地闻着。珍说，那一刻他相信基因的记忆是真实的，即使从未见过，血液里仍然记得那片森林。珍古德有一句话被无数人引用，印在马克杯上，写在海报里，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他说，你无法一天走过一整个月，你每天只能走一步。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环保行动，实际上说的是人生。
他用这句话告诉所有感到沮丧的人，改变不需要你一次解决所有问题，你只需要今天做今天能做的那一件事。2024年，珍古德90岁，他没有退休，没有回到冈贝隐居，也没有把守护地球的棒子交给别人，然后安静地坐在摇椅上看着世界运转。他仍然在飞，仍然在演讲，仍然在接受采访，仍然在用他那略带沙哑却永远温柔坚定的声音告诉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我们还有时间，但时间不多了，现在就要开始。他手边一直带着一只黑猩猩布偶，那是一个送给他的礼物。他给他取名叫 Mr. H 代表希望 Hope。 每次演讲他都会把 Mr. H 放在台上，让听众传递着摸一摸。他说，摸过他的人太多了，他已经吸收了全世界的善意与爱，所以他能带来好运。这个细节听起来像是一个温馨的玩笑，但对真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信念，希望是可以传递的，是可以从一只手流向另一只手的。有记者问他，这么多年巡回不停，你不累吗？他笑着说，累，当然累，但每次我看到一个孩子的眼睛因为我说的话亮起来，我就知道我还不能停。那个在鸡舍里等了4个小时的小女孩，那个搭轮船去非洲的穷学生，那个在冈贝丛林里被黑猩猩无视了整整10个月的年轻女研究员，他们都还在珍古德的心里，提醒他有些事情值得用一辈子去坚持。回头看珍古德的一生，他曾有无数个理由可以选择离开，离开那个拒绝他的学术界，离开那个带给他痛苦的丛林，离开那个让他疲惫不堪的演讲行程，离开那个让他一次次心碎的世界。但他每一次都选择留下来，因为他相信见到了就有责任，爱过了就不能弃手，知道了就必须说出口。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世界不需要从一个完美的起点出发。他没有大学学历，没有雄厚的资金，没有强大的后台，没有人告诉他一定能成功。他有的只是一个不肯熄灭的好奇心，一本一直在填写的笔记本，和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里来的相信事情可以更好的信念。1960年，一个26岁的女孩带住一本笔记本走进了非洲的丛林。60多年后，那个女孩的声音仍然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回响。她告诉我们，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距离比我们以为的更近。她告诉我们，自然界的黑暗与人性的黑暗来自同一个源头。她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格的普通人，只要足够耐心，足够诚实，足够热爱，也可以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珍古德的3部曲到此画上句点。从森林里的女孩，到凝视黑暗的观察者，到选择留下来守护这个世界的声音。她的一生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史诗，也是一个关于当一个人选择相信希望而不是恐惧，整个世界会因此而有所不同的故事。感谢你一路陪我们走完这趟旅程。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